楼下新搬来了个100万女网红，每次半夜点外卖都故意把地址写我家门牌号。我跟她说了好几次了，再送到我这儿我就给她加点猛料。结果今天我正被甲方的奇葩方案搞得头昏脑胀，门外突然响起一阵哐哐哐的敲门声，震得我整个脑袋都在嗡嗡作响。我从猫眼一看，果然又是他。我猛地拉开门，压着火气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他扬着下巴，理直气壮地问，我的外卖呢？我咬牙切齿，你找外卖员去，跟我有半毛钱关系。他抱着胳膊斜着眼看我，我地址写的是你家门牌号，系统显示送到了，你少装，是不是你偷了？一股火气唰的一下从脚底窜到脑门，偷他的外卖，他居然还有脸提这个。我彻底怒了，许飞，我警告你，再敢有下一次，我就往你的外卖盒里塞满狗屎。我砰地甩上门，把他刺耳的叫骂声全隔绝在外。小偷，不要脸的穷鬼，你把外卖给我吐出来。行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事儿完不了。许飞搬来才1个星期，我家俨然成了他的外卖签收点，这已经是第4回了。第一次是份麻辣烫，我拍了照发到业主群里问是谁的，他过了10几分钟才慢悠悠的回，哎呀，手滑填错了，麻烦1404的邻居帮我拿下哈，后面还跟了个捂嘴笑的表情。第二次是芋泥波波奶茶，我看着收件人许女士，直接给她送了过去，她接过东西连声谢谢都没有，反而冷冷丢下一句，放门口不就好了。第3次是刺身拼盘，我正好在家门口堵到亲自来取餐的他，强忍着怒火说，许小姐，下次地址麻烦写对。他拨弄着自己精心烫染过的长发，送我一个白眼，怎么吃不起就惦记别人的地址，我懒得改，你一个租房的帮我跑跑腿不是应该的吗？穷鬼。很明显他就是看准了我这个租户好欺负，我揉着狂跳的太阳穴，刚一屁股坐回椅子上，哐哐哐，这次的砸门声比刚才还要猛烈，我抄起墙角的扫帚，一把拽开了门。门外站着的不是许飞，而是一个被太阳晒得满脸通红的外卖小哥。他一见我，二话不说就伸手狠狠推了我一把，砰，我被推得连退好几步，后腰结结实实地撞在了桌角上。我不就提前点了会送达吗？你他喵至于就投诉我，还申请退款？我们跑一单多不容易，老子今天等于白干了。我举起扫把就朝他挥过去，你不会自己看手机吗？打个电话问问清楚，到底是谁的外卖？外卖小哥被我的气势吓了一跳，火气也降了下去，把手机堆到我面前，你自己看，1404，许女士，难道不是你？果然，订单备注那栏清清楚楚地写着，放1404门口，不必打电话。楼下的许飞跑上来看热闹，还假惺惺地煽风点火，这种女人最喜欢为难你们这些送外卖的了。我盯着他那张虚伪的脸，瞬间就想通了他把地址写成我家的真正原因。他根本不是写错，他是怕自己老投诉骑手被报复，故意拿我当挡箭牌，替他承受外卖员的全部怒火。我摸出手机，直接拨了110，今天这事儿谁也别想走，谁走了我名字倒过来写。警察来了之后，许飞立刻换上一副梨花带雨的面孔，警察同志，我真的只是不小心把地址填错了。民警扫了我跟外卖员一眼，双方都有动手，都有过错，最后的处理结果轻描淡写，邻里之间的小纠纷你们自己调解。我看着许飞嘴角那丝藏不住的得意，冷冷地笑了，行啊，既然官方认定这是邻里纠纷，那我调解起来可就没什么规矩可讲了。我点进业主群，找到了许飞前几天求租车位时留的那个手机号，然后我把小区里所有开锁的牛皮癣广告拍下来，挨个扫码加微信，验证消息统一编辑成1304新业主许飞，有紧急需求，速联。这还只是开胃菜，什么考公网站、专升本报名、装修公司客服，只要是能留手机号的地方，我一个没落全给他安排上。考虑到他优雅的名媛人设，我又顺手在几个婚恋网站帮他注了册，28岁，离异有一娃，月薪3000，想找50岁以上有经济实力的男士，联系电话当然还是那个号码。没几分钟，窗外就响起了许飞气急败坏的吼声，贷什么款？谁要贷款？有病吧？开锁，我家门好好的，办发票，滚蛋，去你喵的专升本，老娘是海归，40岁离异带俩娃，哪个孙子填的老娘资料？许飞的叫骂声越来越响，我把头探出窗外，故意扬声喊道，许女士，业务挺繁忙啊。他也从窗户里探出头来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我无辜地耸了耸肩，手滑，填错了而已。我手里的水壶一不小心倾斜，哗啦一声，大半壶凉透的茶水从天而降，精准地浇在他扬起的脸上。哎呀，手又滑了呢！我晃了晃空空如也的水壶，轻笑出声。许飞抹着脸上的水珠怒吼，你就是故意的。我靠着窗框摊开手，许姐姐，话可不能瞎说，咱们这叫什么来着？哦对，叫邻里纠纷。毕竟对付这种货色，跟他讲文明是行不通的，就得用魔法才能打败魔法。我本以为许飞能收敛点，没想到他反而变本加厉。晚上9点多，我的手机开始疯狂震动，翻豆小区业主群的消息直接弹到了99家，我滑到最上面，发言人果然是许飞。1404的大姐，你要是日子过得艰难，孤儿寡母的，跟我说一声，我许飞不是不通人情，1、2顿饭我还施舍得起，可您至于这么下作吗？偷拿我的外卖就算了，还往里面倒满芥末，您这心里也太阴暗了。穷不是你的问题，但偷东西还故意糟蹋，这就是人品问题。大家伙都来评评理，这种人配住在我们小区吗？赶紧滚蛋吧！下面还附了张图，一个被暴力撕开的外卖盒，红油汤汁洒的到处都是，上面还糊着一坨坨绿色的芥末酱。许飞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委屈，把一个受害者的形象演得入木三分。这颗他精心投下的炸弹，瞬间就在群里引爆了。我的天，真是芥末，看着就好恶心！这是什么人啊？穷疯了吗？偷东西还到芥末报复！
艾特1404，赶紧出来给个说法，太过分了，必须严肃处理，报警啊！艾特物业小赵，快去调监控，这种邻居太吓人了。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1404看着不像这种人，都证据确凿了，还有什么误会？艾特1404当缩头乌龟不敢出声了，几条帮我说话的评论很快就被口水给淹没了。许飞还在不停地发着哭泣的表情包，巧妙地引导着舆论。多完美的构图，多恶毒的栽赃，他这是想让我在整个小区社死，最好被邻居们的唾沫星子赶走。既然他喜欢玩舆论战，那我就陪他玩到底。我慢悠悠地点开手机相册，里面正好有几张我之前随手拍下的他那些外卖的单子。我一句话没说，直接把图片甩进了业主群。群里突然安静下来，出现了长达1分钟的寂静，紧接着新一轮的刷屏开始了。我去，这个反转来得太快，我脑子都跟不上了。天，原来他一直都把地址写成1404的。一次两次是手滑，这么多次还能是手滑？艾特1304，许飞你出来解释一下呗。我勾起嘴角，又从相册里找出一段视频发了出去。他大概不知道，为了防盗，我门口装了个高清摄像头，他那副尖酸刻薄的嘴脸早就被录得一清二楚。视频里是上次他来取餐时的精彩言论，送错怎么了？地址我就是懒得改，反正你就在楼上，你一个租房的穷鬼，帮我收一下送一下不是应该的。看你身上那件地摊货睡衣，就知道你什么层次了，一个臭打工的，能帮我这个名媛跑腿，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我下次还填1404，你要是敢多说一句，我就让你在这个小区待不下去。业主群这下是彻底炸锅了，不过这次的风向已经完全倒转。我的妈呀，这种话他怎么说得出口的？还名媛，真拿自己当盘菜了。所以是他故意写错地址，把人家当免费劳动力使唤，脸皮也太厚了吧？打工人怎么了？我们吃你家大米了？这嘴脸比视频本身还恶心。艾特1304，许飞出来走几步啊？你不是要大家评理吗？脸疼不疼啊？加菲菲小姐。群情激愤的矛头瞬间对准了许飞。之前那些帮他说话的邻居，此刻发现自己被当枪时，愤怒值加倍的倾泻到了他身上。我静静地欣赏着这场由我引爆的舆论风暴。许飞一条消息都没回，但我知道他肯定在看，他一定在盘算着怎么疯狂地报复我，而我拭目以待。许飞的反击比我预想的还要快。第二天晚上，他的直播间标题就换成了血红色的大字，一个被 AI 换脸逼到想自杀的独居女孩，镜头前的她双眼红肿，声音里带着刻意营造的哭腔。1404的那个大姐不仅偷我外卖，还用 AI 换脸技术伪造视频来污蔑我。我只是一个独居的女孩子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说完，他甩出一份假的深度合成检测报告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：经鉴定，相关视频为伪造，置信度高达99%，直播间瞬间沸腾，弹幕滚得飞快。菲菲别哭，我们这就去人肉这个人。1404的那个老女人今晚必须跪下道歉，姐妹们给菲菲报仇。在许飞的煽动下，他的粉丝很快就扒出了我的手机和住址，对我开始了全天候的电话轰炸。用 AI 的贱货，赶紧出来道歉，棺材都给你埋好了。更过分的是，他们还通过同城快递在我家门口堆满了花圈和纸钱，整个小区的气氛都变得诡异起来。邻居们在电梯里碰到我，眼神里都带着好奇、同情，甚至还有一丝看好戏的兴奋。许飞的脸上挂着藏不住的得意，甚至特意跑到阳台上，把窗户开到最大，跟他的富二代男友打电话，那音量大到生怕别人听不见。亲爱的，明天是我们99天纪念日，你来我家庆祝好不好吗？惠灵顿牛排，好呀好呀，只要是亲爱的选的，我都喜欢。他那点小99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他敢这么嚣张，无非是仗着自己傍上了开兰博基尼的集团太子爷。他的爱情事业双丰收，跟我这个家门口堆满花圈的倒霉蛋形成鲜明对比。他当然要大肆炫耀，才能显得自己风光。99天纪念日，我指尖划过花圈上那个白色的电字，嘴角勾起一丝冷笑。你的粉丝送我纸钱花圈，我自然要回你一场风光大葬。我把我的抖音 ID 改成了1404住户，然后发了条新视频。今晚7点，我会直播向我的邻居许飞女士道歉。评论区立刻被许飞的粉丝们占领。热评第一，总算要跪了，不直播磕3个响头，这是没完。热评第二， AI 造假的烂货，建议直播把那些花圈吃了谢罪。看着这些迫不及的叫嚣，我滑动屏幕的手指停了停，唇边漾开一抹笑。他们越是期待我出丑，等会儿看到那份大礼时，脸上的表情才会越有意思。傍晚6点半，离我预告的直播还有30分钟，我拉上了家里所有的遮光窗帘，只在玄关留了一盏昏暗的小灯。门外的鞋柜上放着一份外卖，是许飞的富二代男友给他订的，价值3999的惠灵顿牛排套餐，像上次一样又送错了地方。毕竟要是不送错，他又怎么向我炫耀自己的幸福得意呢？我开始不慌不忙地布置我的灵堂，地点就在我家门口，这方寸之地足够我演绎出好戏。舞台地点，我家门口的走廊。舞台道具，以那份价值3999的惠灵顿牛排，2一台架设好的笔记本电脑，屏幕调到最亮，3两根小巧却光线极亮的白色电子蜡烛，4一张 A4 纸，上面用加粗黑体打印着一个大大的电字，无许飞粉丝们友情赠送的那个花圈。舞台演员，我以及马上就要到场的许飞女士。7点整，我准时开播，直播间的人数疯了一样往上涨，不到3分钟就冲破了3万。许飞的直播间平时最多也就1万人，现在涌进来的大半都是闻着味儿赶来看戏的。也好，人越多，这场戏才越热闹。我清了清嗓子，对着镜头说，前几天我在业主群里分享了许飞女士的优雅言论，不小心损害了她高贵的形象。为了表示我的歉意，我决定为她抛弃的这份外卖
举办一场风光体面的葬礼。话音刚落，我将那个包装精美的惠灵顿牛排礼盒端起来，恭恭敬敬地摆在了灵堂正中央，也就是我家的鞋柜上，然后把那张写着店字的白纸啪的一声盖在了餐盒上。墙角的花圈也该上场了，我从兜里掏出早就写好的挽联贴上去，上面龙飞凤舞的写着一行大字：沉痛祭奠被许飞女士无情抛弃的惠灵顿牛排。最后我把那2根白色电子蜡烛一左一右地摆在餐盒两边，幽白的光线打在那个电字上，还真营造出了几分阴森的殡葬感。笔记本电脑被我用三脚架架在旁边，屏幕正对着门口和我，弹幕上一片混乱，我没理会，直接点开了之前在小区群里发的那段视频。弹幕停顿了1秒，然后就像被丢了块巨石的池塘，彻底炸了。卧槽，这是什么殡葬风报复，也太绝了！这人还敢放视频，这是要实锤自己造假吗？等等，我怎么觉得这视频不像 AI 换脸啊，口型和眼神都对得上啊？我是程序员，我用我1万根头发担保，这绝对不是换脸，快去喊加菲菲来，他不是有检测报告吗？菲菲快来手撕这个人！我知道许飞肯定在看我的直播，他的小号8成也混在这些 ID 里，他怎么可能错过这场对我的公开审判？他一定会冲上来的，毕竟他要是不来，我为他准备的后半场大戏可就没主角了。果不其然，没几分钟，楼道里就响起了急匆匆的脚步声。许飞挽着他的富二代男友，气冲冲地跑了上来，一脸委屈地哭诉：“老公，你快看，就是他偷我外卖，还用这么恶毒的招数咒我。”顾公子心疼地把他揽进怀里，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看着我：“1404的，我不管你跟我们家菲菲有什么恩怨，立刻关直播、删视频，不然我让你在这个城市混不下去。”我看着他那副护短的样子，嘴角勾起一个意味深长的笑，就是不知道等会儿听完录音，他还会不会是这副表情。我直接点开了笔记本里的一个音频文件，这可不是群里那些开胃小菜，而是能把它伪装彻底撕碎的猛料。宝贝儿，你那邻居可真够蠢的，我随便说个 AI 换脸，他就成全网公敌了。哼，顾影池那个傻子就吃我这套，等过完纪念日我就跟他提订婚，到时候他们顾家的钱还不都是咱们的？至于他那个老不死的爹，早晚要嗝屁，家产还能跑了。顾影池他不会怀疑吗？他脑子里除了情情爱爱还有什么？我随便找个借口就糊弄过去了。等我当上顾太太，第一件事就是把1404赶出小区。宝贝，顾影池那么有钱，你该不会真喜欢上他了吧？怎么可能？要不是看在他爸是上市公司董事长的份上，谁有耐心跟那种又丑又秃的男人演戏？行，都听宝贝的，咱们先进屋。许飞脸上的泪痕还没干，瞳孔却猛地一缩，脸色瞬间从惨白变成了死灰。而他身边的顾公子脸上的心疼已经彻底僵住，缓缓转向他的眼神里结起了一层冰霜。直播间的弹幕已经疯了，前一秒还在骂我的言论瞬间反转，我靠，这脸打的比过年放的鞭炮还响，好大一顶绿帽子，又丑又秃，这是把人当 ATM 机了啊！所以说偷外卖是真的，耍大牌也是真的，只有那份检测报告是假的呗。顾少，家人们谁懂啊？被捞女当猴耍，还顺带骂我爹。录音还在继续，后知后觉的许飞终于反应过来，尖叫一声：“不是的，老公，是他合成的录音。”他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，猛地抬起穿着铆钉高跟鞋的脚，对着我的笔记本电脑就狠狠踹了过来。但我早有准备，在他抬脚的瞬间就把电脑抱进了怀里。那只铆钉鞋收拾不住，结结实实地踹在了那个盖着垫字的牛排礼盒上。砰！沉重的餐盒直接飞了出去，金色的盖子在空中翻滚着弹开，浓郁的黑椒酱汁混合着一块5分熟的牛排，不偏不倚地糊在了顾公子油光锃亮的大背头上。我怀里的电脑还在敬业地播放着录音，许飞那句土大款的儿子头顶都冒油，虽然音量不大，却清晰得无比刺耳。我指了指门铃上那个显眼的 logo， 恰到好处地提醒道：“忘了告诉你，我新换的这个门铃是顾氏集团最新的智能安防系统，特意加了防盗录音功能，上下2层的声音都能录到。顾公子对自己家的产品应该不陌生吧？”顾公子的表情从最开始的震惊，到听清录音后的铁青，再到发现自己被绿后的阴沉，最后彻底定格在了暴怒。许飞还想慌乱地去帮他擦，却被他一把推开：“别用你的脏手碰我！”直播间的弹幕已经笑到失控，哈哈哈！天道有轮回，用顾家的设备锤顾家的人，黑胶之举头，这是什么新型杀马特发型？加菲菲，大郎该喝药了。顾少，我把你捧在手心，你背地里骂我爸是老不死。顾公子抬手抹了把头上的酱汁，对着身后喊了一声，立刻上来了2个穿黑西装的保镖，去把许飞这几个月花我的钱买的包一笔一笔都给我算清楚，我以后不想再看见这个女人。许飞彻底慌了，哭着扑过去想抓她的衣袖，却被保镖死死拦住。他还在尖叫着挣扎：“老公，你听我解释，是他陷害我的，那些录音都是假的。”他扯了扯被酱汁弄脏的领口，冷冷地吩咐：“通知公关部，把许飞那个所谓的检测报告和这些录音一起处理，另外把他粉丝网暴邻居的证据也一并整理好交给警方。”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走进了电梯。直播间彻底沸腾了，哈哈哈！顾少这波反击太帅了，爽死我了！所以网暴真的要被追究责任了，加菲菲的粉丝要哭了。建议直播间改名顾氏安防系统客户满意度调查实录。我对着直播镜头露出了一个轻松的微笑。李成，感谢各位在线见证许飞小姐的社会性死亡。许飞的抖音嚎叫加菲菲，粉丝100万，人设一直是精致独立的名媛博主。就在昨晚，他还发了条推广某轻奢品牌口红的视频。视频里的他妆容精致，在柔和的灯光下对着镜头试色，声音甜美，姿态优雅。但此刻这条视频的评论区早已沦陷，画风变得比直播弹幕还要疯狂。
最开始是几个小号在零星地带节奏，宝，这口红的颜色配上你妈顾少又丑又秃的语气，是不是更有女王气场？轻奢算什么？等你当上顾太太，就该推广砒霜了。顾郎该吃药喽。1304的加菲菲，地址抄写100遍，变熟了吗？很快，评论区就被闻讯赶来的吃瓜群众彻底占领，谁有顾公子头也不回走进电梯的动土。急求就冲他对邻居那个恶毒劲儿，这口红怕不是收了钱瞎推荐的吧？富二代被气走那段太解气了，年度最佳短剧现场，有人录屏了吗？我要做成表情包，这剧情比电视剧还刺激。好吧，我承认那几个带节奏的小号都是我，对付这种最擅长用舆论当武器的人，就得让他亲口尝尝被流量反噬的滋味。很快，穷酸租户、免费跑腿、新时代潘金莲、又丑又秃这些关键词就被网友们精准提炼出来，在各个平台疯传。做完这些，我把许飞伪造的那份深度合成检测报告截图发到了好几个科技大 V 的评论区，求各位大佬鉴定一下网红许飞这份99%置信度的报告。技术小白在线等，挺急的，不到10分钟，网红许飞伪造鉴定报告的词条就冲上了热搜。我知道许飞这2天肯定过得生不如死，1304的房门紧闭，窗帘也拉得死死的，这几天整栋楼都听不到他家有任何动静，安静得像个坟墓。但我用脚后跟想都知道，他不可能真的这么安分。此刻，他8成正对着手机屏幕，疯狂刷新着抖音评论区，或者在粉丝群里寻找支持者，又或者正蜷缩在沙发上给某个备胎打电话哭诉，把自己塑造成被全世界霸凌的小可怜。但我没打算就这么放过他。凌晨2点，楼下那扇窗户的灯光终于熄灭了，应该是刷手机刷累了，准备睡觉了。我拿起手机，熟练地点开外卖 app， 先给自己叫了份加臭加辣的螺蛳粉，备注是不要打电话，务必敲门送到我手上。半小时后，我又点了一份长沙臭豆腐，备注一样。再过半小时，我又下单了几瓶冰镇苏打水，备注里特意加了句麻烦师傅敲门重一点，一定要叫醒我。我这几天通宵给甲方改方案，改到头昏眼花，不小心把1404写成1304，应该很合情合理吧？毕竟许飞自己总说写错地址是常有的事，那我这点无心之失，他作为邻居总该体谅一下。楼下很快响起了第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紧接着是许飞被吵醒后充满起床气的怒吼：谁啊？大半夜敲什么门？有病啊！我端起桌上的咖啡，悠闲地抿了一口，今晚的好戏才刚刚拉开序幕。第二波敲门声响起时，许飞的声音里已经带上了哭腔和崩溃的边缘：别敲了，我不要，你们快拿走啊！我看了一眼表，又点开了外卖软件，给他加了份凌晨4点半送达的豆浆油条套餐，备注依然贴心，麻烦师傅敲重点，务必叫醒我趁热吃，毕竟邻里之间就是要这样互相关爱嘛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我终于搞定了甲方的最终版方案，刚点下保存，门外就传来了哐哐哐的砸门声。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干的？我饶不了你，我要报警！你等着，你个臭租房的，我跟你没完！开门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有本事骚扰我，你就给我开门啊！我现在就报警！这巨大的噪音不仅震得我耳朵嗡嗡响，也把左邻右舍都给惊动了。楼道里传来了邻居开门看热闹的动静，业主群里也开始有人讨论14楼怎么回事？大清早的吵什么呢？好像是1304在砸1404的门。我走到门后，但并没有开，只是隔着门板慢悠悠地说：许女士，一大早就这么精神，看来昨晚休息的还不错。门外的砸门声戛然而止。休息？我休息个屁！许飞的声音里全是暴怒。你就是故意的，那些外卖全是你点的，你想整死我是不是？话可不能乱说。我轻笑一声，我昨晚通宵改方案，不小心手滑填错了地址，怎么就成故意的了？你还敢狡辩？我狡辩什么？我的音量故意提高了一点，确保楼道里的人都能听见。毕竟许女士，您之前总教育我写错地址很正常，怎么轮到我这儿就成了故意骚扰？难道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吗？业主群里的消息刷得更快了。哟，这不是前几天污蔑邻居偷外卖那个网红吗？听这意思是被人用他的招数给治了，这就叫不是不报，收味道。门外传来许飞气得直跺脚的声音，然后是他转身跑开的脚步声。我对着门板挑了挑眉，转身回去给自己倒了杯水。别急，游戏还没玩完呢。我打开手机，又点了一杯奶茶。这次的收件人，我特意填了许飞的名字，备注信息是许飞女士，真不好意思，昨晚太困点错了地址，这杯奶茶给您消消气。我盯着手机屏幕上的起手位置，等系统显示送达后，我才走到1304门口，轻轻地敲了敲门。许飞猛地拉开门，对我怒目而视：怎么，你又手滑了？我笑得一脸无辜，昨晚确实对不住，特意给你点了杯3分糖的芋泥波波，记得你直播说过喜欢喝这个。他恶狠狠地瞪着我，你以为一杯破奶茶就能把我打发了？许女士最近掉粉严重，商务推广应该也黄了不少吧？我语气平淡地分析，这杯奶茶虽然不贵，但也要28块呢，对您现在的经济状况来说，不算一笔小钱了。他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，你以为我会在乎这一杯奶茶？我微笑着反问，难道你还舍得把它扔了？他被我彻底激怒了，谁舍不得了？你以为我跟你一样，把几十块钱的东西当成宝？我故意后退一步，同时悄悄掏出手机，点开了录像功能，镜头稳稳地对准他。哦，那你扔一个我看看。你以为我不敢？可千万别直接扔下楼啊，砸到楼下的小花小草就不好了。我慢条斯理地又补了一句，这句话成了压垮许飞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他抓起那杯奶茶就冲到阳台，扬起手，用尽全身力气把它狠狠地抛了出去。
我举着手机，将他狰狞的表情、挥臂的动作，以及奶茶在空中划出的那道紫色抛物线，全都清晰地记录了下来。奶茶杯砰的一声，正砸在楼下一辆白色轿车的引擎盖上，不仅砸出了一个凹坑，紫色的淤泥和奶茶更是溅得到处都是，在锃亮的车漆上留下一大片污渍。我举着手机，先给那滩狼藉来了个特写，又把整辆车拍了进去，然后将视频和照片一起发进了小区业主群。1304的住户高空抛物，砸到了一辆白色汽车，车主在群里吗？麻烦下来处理一下。消息一发出，群里立刻炸了。我靠，这不是孙董的新车吗？顶配的奥迪 A8L 啊，这一下没个几万块修不好吧？上次用黑胶纸给顾公子洗头，这次用奶茶砸孙董的车，这位1304是专挑硬茬下手啊。许飞这回是真踢到铁板了，这已经不是邻里纠纷了吧？高空抛物可是要负刑事责任的。之前只觉得他人品坏，现在看是脑子也坏，坐等吃瓜，这波操作太猛了。许飞猛地冲过来，一把揪住我的衣领，你是故意的，你早就知道楼下停着车对不对？你就是想害死我。害你？我轻轻拨开他的手，冷笑道，奶茶是你自己亲手扔下去的，又不是我按着你的手逼你扔的。许飞双目赤红，这全都是你的圈套。圈套？我笑了，昨晚点错外卖是意外，所以我今天特地点了奶茶向你赔罪。奶茶是外卖员送到你手上的，我从头到尾都没碰过，杯子上只有你的指纹，而且我还特意提醒你别扔下楼，是你自己听不进去。其实我早就看到楼下停了辆崭新的奥迪 A8L， 但我确实没想到车主会是孙董，这可真是个意外的惊喜。但就算警察来了，我的说辞也无懈可击，在这件事里我干干净净，一点错都挑不出来。我看着他惨白的嘴唇，继续说，许女士，你不能因为自己倒霉就把责任全推到别人身上吧。业主群的消息还在飞速刷新，已经有人艾特了物业和片区民警，甚至有人扒出了孙董的职位 A 市的首富。我收起手机，拍了拍衣服上的褶皱，好心给他普法。根据刑法规定，故意从高空抛物，即使没造成严重后果，但只要足以危害公共安全，就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看来这次警察同志应该不会再定义为邻里纠纷了。孙董的司机语气很平淡，但带着不容置疑的气场。孙局上午有会，委托我全权处理。许女士，修车费用一共是18万8，一分都不能少。另外，相应的道歉和态度，也希望你能做到位。许飞的脸彻底垮了，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他哪还有钱？他现在全身上下连500块现金都拿不出来。那些他曾经视为理所应当的礼物，早就被顾公子的律师团队清算追回。爱马仕铂金包28万，百达翡丽腕表45万，3件香奈儿高定礼服120万，总计金额高达398万。顾公子的律师电话里语气冰冷，徐小姐，这些都属于通过欺诈手段获取的不当得利，限你3日之内全额返还，如果逾期，我们将申请强制执行，届时不仅会冻结你名下所有账户，还会依法追究你的刑事责任。有人在业主群里发了顾公子助理的朋友圈截图，一张律师函的照片，配文是清理垃圾，我们从不只是说说而已。许飞看着那条朋友圈，突然想起了自己曾对闺蜜炫耀的话，顾影池那个傻子的钱不花白不花。他翻遍了通讯录，那些曾经对他百依百顺的备胎们，不是拒接就是拉黑，最后他只能把电话打回了老家。可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母亲带着哭腔的声音，菲菲啊，家里收到法院传票了，说你在外面骗了人家几百万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3天期限未到，他的银行卡就全被冻结了，连他那部最新款的手机也收到了停机短信。他这才发现，原来话费都是顾公子在交。许飞显然没料到顾公子会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，他不知道顾公子要的根本不是那点钱，他要的是亲手把他从云端拽下来，再狠狠地踩进泥里，让他尝尽一无所有的滋味。此刻面对着孙董的司机，许飞终于彻底崩溃，蹲在地上嚎啕大哭，我没钱，我真的没钱。民警在一旁冷漠地做着笔录，偶尔抬头看他一眼，眼神里的不耐烦越来越明显。没钱，那就只能走法律程序了。高空抛物危害公共安全，再加上顾先生那边的诈骗案和网络暴力案，数罪并罚，足够你在里面住上几年了。许飞猛地抬起头，目光死死地定在我身上，声音里带着前所未有的祈求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我看着他，突然想起他当初那句不可一世的，你这种穷酸租户能帮我跑腿是你的荣幸。我侧过身微笑着说，借钱是没有，不过你粉丝送来的那些花圈，你要是需要就随便拿去用，毕竟送你最后一程这点小事，我还是乐意帮忙的。当民警上前给他戴上手铐时，他没有再挣扎，只是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，任由那冰冷的手铐锁住自己的手腕。半个月后，我在本地新闻的推送里看到了他的最终结局，100万网红加菲菲因诈骗及高空抛物罪，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0年。新闻配图是他穿着囚服的侧脸，头发被剪成了杂乱的麦茶，再也不复往日的精致。楼下那套公寓被法院拍卖了80多万，还不够抵偿诈骗金额的零头，剩下的巨额债务要等他出狱后再慢慢偿还。至于孙董的修车费，是他远在老家的父母卖掉了养老的房子才勉强凑齐的。他的抖音账号也被平台永久封禁，曾经拥有100万粉丝的主页只剩下一行灰色的该账号已注销。没过多久，1304搬来了一个新邻居，是个戴着眼镜的文静姑娘，性格特别好。这个夏天终于恢复了应有的宁静，而这份宁静是我亲手赢回来的。